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的农村。今天来看一座帝王陵。这个陵墓主人挺有意思的，因为他是中国古代被称之为6位帝皇丸的人，就是说他父亲是皇帝，他母亲是皇帝，他也是皇帝，他的儿子是皇帝，他的弟弟也是皇帝，他的侄子也是皇帝，包括他爷爷肯定也是皇帝了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武则天的第3个儿子唐中宗李显。这个人呢，当过2次皇帝，可惜啊，一生的命运呢，算是有点悲惨，也可以说是唐朝最悲惨的皇帝之一。因为啊，他生活在武则天那个年代，是受到了严厉的那个打击，一生啊，基本上是在母亲的阴影之下。后面第2次当上皇帝，最后呢，又被老婆和女儿毒杀了。你说是不是非常悲惨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，以及看一下他的陵墓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有点沙尘。李显的陵墓啊，也是因山为陵，他的地宫啊，在远处那个山坡上面。唐朝大部分陵墓呢是因山为陵，最具有代表性的肯定是唐太宗李世民的，还有武则天的，以及呢唐睿宗李旦的乔陵。这3座啊，都算是收门票，也是唐朝最具有代表性的。唐睿宗李旦呢和李显呢是2兄弟，他们2个人呢都称之为是6位帝皇丸。李显这个人呢，他是武则天的第3个儿子，一生啊是跌宕起伏，2次当皇帝。第1次当皇帝呢是唐高宗去世之前嘛，留下遗诏由李显当皇帝，但是又额外加了一句话：军国大事有不决，就由武则天做主，等于呢是让武则天拥有了废立之权。当时李治的目的就是说，他也看到李显呢才能不是很强，有点懦弱，他是怕他处理不好国事呢，所以这样就让武则天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李治的这道遗诏啊，其实给了武则天一个机会。李显当上皇帝之后啊，他就有点尾巴翘起来了，想快速的掌权。另外呢，他是想封赏他老婆家里的人，特别是他的岳父啊，想提拔大官，结果遭到有人反对。李显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现在是皇帝，我就算把这个江山给我岳父都可以。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。结果呢，这句话呢被人告到武则天那里去了，于是武则天就把李显废掉了。这样的话，李显当皇帝第1次就当了55天，被废之后贬为庐陵王，发配到今天的湖北房县。那个地方啊非常偏僻，在唐朝那个时候就算是一个偏远之地。他在那个地方啊差不多是囚禁了14年，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不过好就好在呢，他的妻子韦氏啊一直陪伴他，鼓励他，这样的话李显才熬过来了。这也为他后面被杀奠定了一个基础。后面武则天称帝之后，到了晚年呢，他要选接班人，在狄仁杰的劝说之下，把李显接回洛阳，重新立他为太子。公元705年，当简直等人通过发动神龙政变，逼迫武则天传位给李显。这样的话，李显就第2次登上了皇位，恢复了唐朝的国号。但是李显从小啊受到他母亲的压迫，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下，他性格呢本身就比较懦弱。当上皇帝之后呢，他对韦氏言听计从啊，允许韦氏干预朝政，还重用韦氏的家人和武士三等人，导致呢朝政混乱。特别是这个韦氏啊，野心很大，他想效仿武则天当女皇帝。他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想当皇太女，也就是说也想当后面的皇帝。最后呢，这母女俩合谋在李显的食物中下毒，把李显毒死了。终年呢是55岁。就这样一位帝王，最终呢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妻子和女儿手里，是不是非常悲惨？可能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这个李显会放任他的老婆韦氏不太管呢？主要是李显呢，他跟他老婆关系一直很好，他受到他母亲压迫，被囚禁在湖北房县的时候，是他老婆一直鼓励他。所以说
他就对他老婆呢是非常好，等于是共患难的夫妻嘛。共患难归共患难，结果把自己共没了。从这里呢，也可以得出这个李显呢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。如果是合格的皇帝，就要像他母亲、像他父亲，甚至说像他爷爷李世民一样，就算达不到他们的标准，如果有他们一半的标准也不得了了。可惜啊，没有。总体算起来，他当皇帝呢5年多一点点。简单的介绍了李显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座陵墓。唐朝从李世民开始是因山为陵，然后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，就基本上确定了规制。在陵墓前呢有很多石刻，后面历朝历代的陵墓啊都是向武则天的学习。那这一座呢也差不多，应该也是按照当时长安城的标准来建造，有4个城门，还有很多石刻。这一座陵墓是李显的弟弟李旦为他修的，因为李显去世之后的大概第18天，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合谋发动了政变，诛杀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。他们呢就扶持李旦第2次登上皇位。这一座陵墓大概是修了5个月的时间，不算太长啊。李旦给李显的庙号是中宗，陵墓呢是叫做唐定陵。现在我就寻找一下那个石像生在哪里。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了解到，他这边的石像啊，剩下没有多少。从这里呢去地宫还是有点远的，大概有2公里。石刻在这边看到了。现在这边应该算是果园吧，不知道这是不是花椒树啊？这一座陵墓可能也是关中18陵最特殊的一座，它全部被果园包围了。其他陵墓的话，还相对来说有一些是空旷的。那这就是定陵的一些石刻，这个是武将石像生。定陵的石刻，不管是数量、规模、精细程度和乾陵其实都差不多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唐朝实力比较强大的时候。另外呢，两者相差时间很短的，武则天去世和李显去世就隔了几年的时间。石刻内容也和乾陵一样，华表、一马、藏马、翁仲、鸵鸟等等，这一些是有几十件石刻啊。那现在这里呢，由于经过300多年，很多都已经损毁了或者不见了，只能看到几个石翁仲，还有南门的一只狮子，其他的基本上是没有了。而且呢，基本上是在神道的西边，东边基本上就更看不到了。来看一下这个石像生，这个是武将的，双手拿着宝剑，这个和乾陵都差不多。这里呢，总共是有10对诗人石像，都是武将的。因为在唐朝早期到中期都是武将，是从唐太陵、唐建陵开始呢，变成了文武各10个人，这就是区别啊。这一座陵墓也可以说是唐朝第2座完整拥有石像生的。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应该是确定了陵墓前会放置石像生，而这一个呢是按照那个标准，如果他不按照，那后面的帝王陵可能就没有了。所以说，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2座拥有完整石像生，或者说在陵墓前固定会使用石像生的陵墓。这边有一个摄像头，就证明这一块应该还有的。从这边上去。这里也是石人，看起来比刚才的还精美一点呢。刚才我们看的是那一个，站在这个石人下面没多少感觉啊，感觉石人就是一般大，但实际你走到高处看这个石人，
就知道它的规模了。现在差不多有3米多高啊！这个石人就保存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了。唐朝时期那个时候的石像雕刻确实是比较厉害呀，这些石刻仅仅是在5个月之内就把它弄好了，确实是了不起。这是背面，这都是在一整块巨石上面雕凿而成的。那个鸵鸟和马是没有啊，找不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去南门看一下那个狮子，就是朱雀门的，好像就剩下一只，也是在这个西边西侧。它不光这个陵墓的主人是比较悲惨，它这一座陵墓啊也比较悲惨，石像毁坏了很多。另外呢，它的地宫也是糟糕，多次的盗掘。现在在这个陵墓只能看到这一只狮子，以前4个门都有的。北门现在还有一些残存的，听说是被破坏了。东门、西门是去博物馆了。这个狮子也是非常巨大的，在唐朝早期的话，石狮子都是非常巨大的。我们看过乔陵的、顺陵的。这个狮子差不多高度2.5米左右，是唐代陵墓前的标配。面部双目圆睁，露齿，肌肉非常饱满，尽显威严和那个正式的气势啊。在狮子旁边还有一个土堆，这个应该是阙楼遗址了。唐朝的陵墓都是有阙楼的，4个门都有阙楼，反正只要是陵墓啊都有阙楼。不过现在高度不是太高啊，以前这个阙楼上面还有建筑的。这一看就是经常有人上来走啊，有人来参观。站在这个阙楼遗址看一下前面那一块就是神道，我们刚才看的石人是在前方一点，现在没有多少了。那这一边呢算是神道的西侧，那边是东侧，中间呢是有一条道路，现在是有一条道路，以前是没有啊。在唐朝那个时候，这一块呢属于绝对的禁地，只有一些守陵的太监在里面。只不过呢，经过1300年多年的变迁，这里呢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，石像呢也没有多少。那我们现在站在这一块属于阙楼遗址，那对面也是啊，因为是对称的，这里面4个城门都是有阙楼的，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。那实际来讲，这一块可能是这个陵墓我们所生的皇城的那个城门。那实际在外面呢，就是在那个神道最外面，以前也是有一个城门的，也有阙楼遗址。那在这里啊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，我们那边看到是属于阙楼遗址，那实际在阙楼遗址下面呢，应该是有一块碑，叫做无字碑。我们在前陵看到它的无字碑啊，刚好是在东侧。那这一块呢，以前应该也是有一个无字碑的。按照资料记载，李显的这块无字碑，它比前陵的那个无字碑还更大。那为什么会说他这里会立一块无字碑呢？他肯定是跟他母亲学的。有人说呢，是李显的弟弟唐睿宗李旦为他立的。因为李显呢虽然落落昏庸，但是呢他恢复了李唐国号，功劳很大。李旦呢不知道怎么评价他，既不能过分赞扬，也不能过分贬低，所以就立了一块无字碑，让后人自己去评说。也有人说是李显自己生前要求立的，他一生呢跌宕起伏，2次当皇帝，2次被废，看透了权力的无常，也知道自己没什么大的功绩，所以临终前呢要求后人不要在碑上刻任何文字。还有人说呢，他是为了和乾陵的武则天无字碑相呼应，毕竟呢李显是武则天的儿子嘛，母子都立无字碑，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羁绊。不管呢是哪种说法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而定陵的无字碑呀，和武则天的无字碑一起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母子双碑奇观。那我们现在看不到无字碑，它去哪里呢？实际的话，是在那个上个世纪被损坏了。刚才我们碰到一位当地的大爷，他说在1967年被损坏，
弄成了72个石碾子，被人卖掉了，所以说有点可惜啊。现在我们去地宫那一块看一下，能够找到墓道口啊。唐朝陵墓，你如果想进入地宫看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乾陵的陪葬墓。墓道口应该就是现在我们正前方的位置，因为我看到有监工头，应该就是从这里上去，旁边还住了人呢，所以说这一块很方便，也不远。这称之为坟上村，是不是？刚好离地宫都很近了。这应该是这些阴山为林比较好找墓道口的地方，像昭陵要去墓道口很难，还有崇陵也是很难，都是要爬很久，特别是崇陵要爬几个小时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半山腰啊，这一块是南边，地宫呢刚好就是在前方。这一座陵墓呢，也是皇帝和皇后合葬的。不过这里的合葬啊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李显和一件衣服合葬。主要呢是当时李显去世之后，本身韦皇后还没有去世，那肯定是李显一个人先葬在地宫里面。那后来李隆基发动政变，把韦皇后杀死了，说他是毒杀了这个李显，那肯定不会让他合葬，而是到了李旦登上皇位，他追封李显的第一任妻子。由于时间过了很久了，已经找不到他到底安在哪里，于是呢就找了他一件衣服和李显合葬，从而说当时就是一个人在地宫里面。这一座地宫呢，也是阴山凿穴，直接在山体上面凿出来的。这座地宫选址也是非常特殊啊。这一座山叫做凤凰山，它是一座独立的山体。仔细看的话，隆起的前方中梁形似呢凤头，东西两翼呢双梁对峙，犹如呢是凤凰展翅，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也是风水学的一种讲究。我们现在看到那一个大的缺口，就是墓道口所在地。从这个地方一直往里面挖，就能够到达地宫的墓道和甬道。这个缺口非常明显呢，有这样的缺口，就证明这一座墓呢，在以前也是被挖过、被盗掘过的。本来呢，我是准备去墓道口看一下，但是现在是春天，这里草太茂密了。墓道是斜坡式的，大约是40米，宽约2.3米，用4条封住，只不过呢是用石灰粘合，没有用乾陵的那种铁水封固，这可能也是温韬能够轻易的盗掘地宫的原因。有这么大的坑，就证明啊，应该是遭到多次盗掘。这一座陵墓的主人比较悲惨，那实际来讲的话，这座陵墓呢，命运呢比它的主人更悲惨，在历史上多次被盗，而且呢，因为战乱呢，很多建筑是被故意烧毁了，不光石刻被破坏了，整个陵墓的山体也被挖得面目全非，可以说是唐18陵中最严重的一座。首先是在唐代，李显下葬仅仅6年，也就是公元716年，定陵的寝殿就烧毁了。到了公元765年，党项羌族入侵，又把定陵焚烧了一遍。这是定陵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破坏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在5代时期，这个温韬盗掘唐陵，他堪称是唐陵杀手，定陵呢也没能幸免。当时温韬带人把定陵的地宫彻底挖开，里面的珍宝被洗劫一空，连李显和皇后的棺椁都被破坏了，尸骨无存。到了明代，太监梁永又再次盗掘了定陵，偷走里面剩下的一些小件文物。唐朝帝陵盗掘次数最多的是唐晋陵和这个唐定陵，其中论破坏程度最惨的是定陵第一。这是地宫的山体，很多地方都被挖开了，如果再挖一点，弄不好的话，就能够挖到地宫了。估计呢，也离得不是太远。在乾隆的时候，陕西巡抚立了一块碑，定陵呢，那个时候才开始算是有官方保护了。这个陕西巡抚毕沅
在当时对陕西各个帝王陵或者大的陵墓保护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。关于唐中宗李显这个人，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一个好皇帝。他的心态非常平和，对身边的人非常友好，但是呢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也可以说是缺乏必要的是非观，或者说他算是有点懦弱。可能正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啊，才使得他在武则天那个时候啊，能够活了那么久。他和他的弟弟李旦呢，两个人的性格都有点像，都比较懦弱，没有太多的主见。正是因为如此啊，他们才在武则天那个时期活下来了。而像他们的两个哥哥能力比较强，结果呢，莫名其妙的就没了。所以说这种性格在那个时期啊，有好有坏。他这种性格生活可以，但是呢，当皇帝就不行。最后呢，是被妻子和女儿毒杀了。历史上是记载他被毒杀了，不过近些年有一些学者呢，也认为李显被他媳妇毒杀是有点争议的，因为按照当时来讲的话，韦皇后并没有掌握朝政，他必须还是得通过李显才能控制局势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他要毒杀自己的靠山，这有点说不过去。争议的点就是在这一块。不过历史记载呢，他就是被毒杀的，我们就姑且这样认为吧。说真的，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事件，你如果去仔细琢磨、仔细去探索的话，很有可能呢，很多都会出现争议点、出现疑问的。这可能就是历史的魅力。那今天这座陵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